就是出题的那一期大概总共现在有400条评论，然后当然我会挑一些比较有意思的，我们继续去聊。对，你最近怎么样？最近就是26号的时候，我回国大概1个星期左右，就是有一位印度的一位朋友，他老家开了有那个服装店，就在他印度老家，然后专门是进口中国的有一些衣服，男性的一些衣服嘛，然后就相当于我过来就是帮他做翻译，他邀请我跟他一块合伙做这个，但是然后他同时他也是这边有一家那个就是之前是花旗银行，然后后来又是另外一家那个爱尔兰的一个投资银行的那个软件工程师，就相当于副业来做这个嘛，然后对，我在广州去一趟，然后这段时间呢就想，对，Kevin 他说他在下楼，他可能待会儿进来吧，对，然后这次回国呢，我想给你带。就是给你们带点东西，一些吃的呀，或者是说带2本书回来寄给你们。就是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以带，就是如果你东西多的话也可以不带，就是看你自己吧。然后你就回来待1周吗？不是待1周，那也上海、广州要坐飞机，可能要跑，去看很多那个厂家呀，然后那个。对，你相当于帮他找货源是吧？对，跟他一块儿来，就是我们在阿里巴巴上面已经联系到了有一些那种，就是广东那边的一些厂家，然后去看他那些厂家，但是但他这个东西它销量也不是很大，我估计可能就是如果运气好的话，可能1个月挣个几千人民币，小几千人民币吧，大概能够分到我头上。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位韩国的一位牙医，就是我当时在爱尔兰认识的，然后他也是邀请我和他一块儿做一个，就是用人工智能计算机视觉去扫描识别那个，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 X 光，就是有时候有些患者要拔智齿啊或者什么样的，就是他要用 X 光来看嘛，对，然后呢他说很多那种东西都是重复的。然后那能不能搞一个 AI 来自动的去能够识别扫描，然后提供那种诊断什么的。咱们国内应该搞的挺多的，就是医学影像嘛，用 AI 去干的。对，国内搞了很多，但是这个东西它为什么我觉得可以做呢？就是因为在爱尔兰这边行医的话，那个行医执照它相当于是一个壁垒。而那位韩国医生，他有这边的那个执照，有欧盟这边的执照，然后他也在爱尔兰卫生部工作过，他现在也有几家那个都柏林的那个牙医的诊所，就是如果是说要外包什么的，去找人来开发，那就可以，相当于他说他那诊所大概一年的那个就是。我估计就是纯利润那个钱的话，就可以拿来去开发，就是相当于去请中国的一些外包的一些程序员去开发那个相当于它的那个初代版本。对，因为我后来发现，真的是说你创业还是得要找那种能干活的人，不能去找大学生。大学生的话很有情怀，然后头脑风暴，点子也很多，但是做事的话呢，哪怕是985毕业的。或者国外名校毕业了什么的，其实他是没法独立做成一个完整的项目的，很多反正经验都不足，所以你去就是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因为我前面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也没什么经费嘛，那完全就是说你去鼓舞人家用爱发电，这东西就是搞得其实很费我的那个，就是相当于那种情感吧，我觉得是挺消耗的，然后。就是首先，我觉得我们现在选择聊这个灵性的话题非常的好，而都是大家喜欢的，就是一定要聊我们喜欢的话题，而不能是说围绕着观众，因为就是，因为这东西有可能做得成，也有可能做不成嘛。那万一做不成的话，反正也是我们喜欢的东西，那我结果怎么样也无所谓了。但如果是说像有一些人，他专门是为了观众，为了去迎合观众啊。然后结果搞的都是一些违心的话，都是他不喜欢聊的东西，最后做也没有做成，然后就很那啥。然后 YouTube 的话，就是
我昨天突然研究了一下，就是还是说看就是像有一些那种发日常生活的那种，那种就是它的那种附加值就不是很高嘛。像那种号的话，就是哪怕是说能够做到19万、20万订阅，那其实挣的那个钱也只有3瓜2枣，可能就一个月5、6千。不到，我说在发达国家换算成人民币，那根本就是相当于我们在国内大概挣个大几百块钱人民币。对，然后我觉得还是说，我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这段时间，可能是因为我100%的精力投入吧，我想去做到那个2天1更、1天1更，然后那种播放量真的都很惨淡，然后而之前的话，我就是很随意的，我也不去看字幕。然后基本上声音导入，我就去看前面3分钟，然后把有一些废话给它剪掉，弄得很流利，前3分钟比较好，然后就直接生成上传。然后那几期就这一期6万3千的评论，6万3千的6万3千的播放量，那真的是比其他所有的加起来，还要高那么一点吧？跟其他所有的加起来差不多高了。就说这一个就抵得上，但是你要是看时间的话，那我可能其他那些视频，我们总共花的时间，那可能是这一期的200多倍，但是对，就感觉很悬呢。对，你付出的时间更多，但收获的更少了。对呀，然后这个就说明这个视频流量它其实不是靠这个时间堆出来的，它其实是靠你的话题吸引度，还有就是可能那一期的内容比较有看点吧。对，就是选题，而且对，然后再就是我觉得就是有一说一啊，就是 Kevin 他有 Kevin 在的话，至少咱们这个会很稳，就会很稳定。我们聊的这种就是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种都是亘古不变，1000年后的人都会在谈的这种话题嘛。所以这是很好的一个就是相当于一个保障，而且再怎么样的话，就是现在这几期基本上都有能够超过1000、1300的那种播放量，这个也是之前不敢想象的，就在2个月前，那一期能够超过200的播放量。我就真的是很 happy 了，但是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了，凯文他一说，我们现在时机到了，可以达到争取每一期超过1000的播放量，然后他一说就真的就预言家了。喂，然后还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奇怪的，就是那种就是我出镜啊，你要知道，其实出镜才是最累的，因为我出镜之前我心里面我都要紧张很久啊。然后为什么我出镜的那几期都只有几百的播放量？难道是因为我长得太丑了？我觉得应该不是，就是这个可能还是看话题吧，就是你聊的内容，可能别人觉得，看了觉得没意思，他就可能就停留的时间比较短。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觉得还是说你的那个知名度吧，你要说让老高的话，他随便就拍点去打打闹闹的，就跟他力气小狗去打打闹闹的，那可能都会有大几十万上百万的观看。对。但是我看有一些那种就是就包括关注我们跟我们频道互粉的那种，就是在美国的有一些80后的一些姐姐，哇，他真的讲得很好啊，他说的那些东西，而且他长得也反正就是看的也就是很有气质嘛。但是呢，因为他是一个只有几十几百人订阅的一个频道，那他那期播放量只有4个人，我看了我觉得真的是，就是很不公平的。凯文来了啊！我早都来，我在这偷听，看说没说我坏话。没事。我们就是我想就是先就闲聊个大概10几20分钟，互相之间唠唠嗑。然后后面其实我觉得吧，你这个流量的问题吧，你真的应该放掉你的执念，就很客观的讲，你原来的视频只有200-300的播放量，你现在已经普遍的达到1000多了，而且可能进一步达到2000，我觉得这已经质的飞跃了。而且你才做了多长时间呢？这才几个月呀。其实你跟大的比不了，你跟小的比，我觉得已经很厉害了。现在
就是你要是在意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就是纯是负能量的感觉哦。你已经得到很多了，其实，但是你还是觉得不满足，所以说有些东西是你自己的一些原因啊，不是说这个社会或者宇宙给你的不够多。我觉得，因为你已经1000多的播放量了，这个不是很多人都能做到的吧，对吧？你也说了，很多人只有几个播放量，而且内容也不一定很差。而且跟出镜我觉得没有什么太大关系。你看你之前一些采访一些外国人的一些出镜呢，那大家就是不感兴趣，就是纯英文的那些内容。我这2天也在点你的内容嘛，我就去分析分析，我就觉得其实你就看整体就可以了，你整体是在进步的，而且是飞跃式的进步，而且你的粉丝量、你的订阅量，对吧？我觉得就是这些东西你都不要去在意了，已经你就踏踏实实的去做就可以了。你等明年这个时间你再看，如果你还是在1000左右的播放量，那你再反思一下，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现在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单纯的一个不是很满足的状态。你吃过了那几万的红利，你的欲望就被撑大了。其实这个你应该控制住你的心吧，千万别被这种东西给影响到了啊。那个几万的只是一个中彩票而已，你不要把它当成常态，对吧？你毕竟你不是一个几十万的订阅量，你怎么可能每个视频都上万，大哥？你就是一定要踏实的去做啊！你先把你的订阅量做起来啊！我觉得这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因为我可能每天或者至少每2天都看一次后台嘛，然后后台因为前面就是像你说的那个，就是我们聊出体那几期，那个几万的播放量撑起来了，然后现在的话，即使是说还是有一些进步的话，客观来讲，但是跟那几期比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那个播放量就是在下降嘛，然后再就是收入的话，基本上现在也跌到一天不到10欧元了。就昨天只有5.22。我觉得后期的1000多的播放量，是因为你前期那几万的播放量，给你整个的就是各方面数据都撑起来了，它相当于是一个余波，给你这个就是还是有一波红利在的，其实，所以说还是得踏实做内容，一点点的去吸引能吸引到你这个频道的订阅。你就像江湖姐那个，她其实内容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嘛，就都是那些灵性的东西嘛，对吧？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他能邀请到一些厉害的嘉宾呐，或者说视频的内容可能结构比咱们的更老练一些，更成熟一些，然后他主持的方式可能也给人感觉更信服一些。所以说，其实你现在还是在学习和探索的阶段，你去要求结果的话，实际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不能说现在去要求什么，因为你没有达到那个阶段，就是你现在没有达到收获的阶段，你现在只是在。就是我觉得你就是试错，对，就是你这个种子才刚刚长出来一个小苗而已，你不要去想着去收果实，我远远没到那个时候。等你的订阅达到5万、10万的时候，我觉得你再去考虑这种大的问题吧。就你现在目前就是内容和更新的频率的这样一个核心的问题。内容数据啊、封面呐，然后包括你出不出镜啊，其实这都是属于就很就在我看来啊，它就是属于你做大事的一些小的一些细节，它并不会说卡死你你的内容才是最重要的。对，哎，我突然发现有一种那种定标题的方式啊，就像《论语》的那种语录体嘛，什么学而为任，我就干脆就不要考虑这一期到底是聊什么，就是把我们前1分钟聊的是个什么主题，然后就把它放到标题里面来，就像《论语》。你说孔子跟他学生什么？这个东西我说你是去探索吧，就是真的没有办法去下定义而且就是在我看来看的这个东西比较透，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这个东西达不到说你想让他怎么样他就能怎么样的，就是咱们没有那个能力和精力其实主要是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就是实话实说，就咱们没有这个能力去要求它太多，现在只能说是就是相当于一个创业公司嘛，你能每个人尽一份力量就帮助他成长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这个东西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老高那么厉害的嘛，对吧？全世界有几个老高啊？是不是？你要知道，其实老高他在做那个之前啊，他跟那个叫老肉的那哥们儿一起做游戏频道嘛，因为就是老高他
他开了有那个会员视频，叫老高财富自由团。那个东西的话，就是他讲的那些东西都是大概一个月可能要个好几百人民币才能订阅嘛。但是我关注到了有一个小的频道，他就每次他看了之后，他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出来，哎，老高这一期他那个财富自由团讲了什么，那一期又聊了什么，然后然后老高他就说其实那个 YouTube 他就是不同的那个年份。就是比如说那个之前就是那个15年左右，然后18年左右，然后到现在他都会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风口。然后呢，像老高他之前就是15年、16年、17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就是游戏嘛，做那种游戏解说，所以他之前做的那个游戏频道，跟他那大学同学一块儿做了6000多个视频啊，好像不是，还差不多好几千个视频呢至少。然后他那个而且都是2个小时的直播，是因为他那个时候锻炼出了他的口才。然后后面呢，他又跟他那好基友一起探索，哎，我把我媳妇儿叫来一块出镜怎么样？我们聊一些那种外星人的故事，然后那个宇宙的奥秘，对。然后后来哎，结果就火了。对，那个年代他的那个风口是游戏。后来到了那个就是18、19年的时候呢，风口就变成了儿童节目，就是有一些就像一些儿童类的综艺啊，智慧树啊，天线宝宝啊，什么那种就是金龟子啊，就是类似于就是都很挣钱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欧盟那边去起诉油管嘛，说他去收集未成年人的数据，然后定期的去推送那种什么零食玩具的广告因为那是未成年人，涉及到一个数据保护，然后油管被罚了有3亿欧元。所以在那之后的话，那种儿童频道，那它的那个流量的广告收益就微乎其微了嘛。但是那种头部的儿童频道，它可以通过一些拉赞助啊，怎么样，它照样还是挣很多钱的。包括说那个就是有一个儿童，有一个小孩，当然他现在长到13岁那么大了，对，他是这个其实如果要是说再发散出去，就是说对你或者说对咱们没有太大意义了，我觉得对不对？对，你就不要再使劲的发散了。就是风口的话，我觉得其实你现在就是在风口上啊。现在心理学、灵性方面的精神啊、宗教这类的，就是现在的一个最大的风口啊。现在就是说这个东西真的已经是兴起了，否则你也不会有，你现在已经吃到了时代的红利了，流量的红利了。其实你不要不自知好不好？就是你总是会觉得你付出很多，然后可能说社会啊、宇宙啊，就是怎么会给你的这么少，或者出乎你的意外。但是我想表达的是，其实你有没有反过来想，你已经得到的比别人多很多很多了。你现在的成绩已经不是说就是谁去付出这些都能得到这样一个结果的。对，包括你同一期成长的那批互相关注的朋友，也不见得有你现在做的，对吧？粉丝数啊和这播放量吧，你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所以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前进上，而不是左顾右盼有没有别的风口啊，或者怎么样。我觉得那些东西对你都没有帮助，就是你做好你能做的事情才是最重要的。你去想东想西，对你毫无益处。所以我一天剪3期视频，就是昨天，因为我想到我要回国那啥嘛，必须得就是那一周也得有更新的。而且有时候剪的时候你去发布啊，就是说好的作品它的传播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就比如说我们去看我们往期有1000多的那个播放量，但是那是可能花了个大概3-5天左右才有。然后我视频一发布1个小时啊100多人，2个小时啊200多人，怎么办呢？我就慌了，对不对？你这个慌都是你现在的你的课题，你的问题。你这样的心理的话，会影响到你以后做所有的事情。这种恐惧的心理，一点用都没有就是在拖你的后腿。其实人有的时候应该活得傻一点，不要太精明。你去想这些东西，都只是想用最少的付出或获得最大的回报。但就我刚才说的这件事情，这个动机本身就是错的。你凭什么用最少的努力获得最大的回报，对不对？你应该有一种愚者精神，我要用最大的努力获得最小的回报，那这个宇宙才会给你更多的回馈。因为你傻呀，你愚啊，他觉得你对吧，值得给你那么多。你越精打细算，越精明，宇宙越对你不客气的。对，就不要耍小聪明。对，所以我就想到当时我们高中的时候嘛。当然这是一个有点类似的一个算是题外话，就是有一个女孩子，
但他家里是一个官二代嘛，然后他爸就是特别希望他能够考上好的大学，然后各种托关系帮他去改少数民族。你想想能够改从汉族改到土家族，对吧？那是得费多大的能量啊！可是呢，我想到如果同样的这个经历，就是这种走后门乱七八糟的这种经历，他自己能够哪怕是多花他老爸的1/10，他自己去多做几张卷子啊，那他高考也可以多个几分嘛。但是你最后改了少数民族又怎么样？最后基本上无济于事，他就是不想学。对，而且就算高考提升了那几分，他的人生也不会因此而加分的。现实是很残酷的，不是你做完了一件事情，你从此以后就一生荣华富贵的，这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好事儿。对，那只是一个诱惑而已，那是老师在骗我们的，跟你说你高考考上好大学，你从此就人生怎么巅峰了。人家考中专的不上学的有的是发大财的，做事业厉害的，这东西没有法说理的，都是大家的一个心中的一个幻觉，就觉得我应该怎么样，哪有那些应该呀，对不对？都是一种，实际本质上都是一种就是愚见，就是应该像太傻天师说那样，就是你不知道。其实很多事情你要有一种谦卑的心理，正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才要踏踏实实的去做，勤勤恳恳的去付出，而不能去要求回报。当你一要求的时候，实际你就是在释放一个负能量，就是凭什么不给我更多？那么你这种能量就会导致你得不到更多这是真的，这一定会是这样的。对，我觉得你说的太对了。我恰恰就是之前那几万订阅的几万播放量那几期嘛，我就是无所谓啊，很放松的心态去做，就是以玩的心态去做，哎，就挺好。但是现在的话，就是感觉像就是紧张了嘛。再就是你没有看到你得到的，因为你得到的是现在一个平均播放量在1000以上，而你原来的成绩是200-300的播放量，你现在已经有质的飞跃了，将近10倍的成长了。但是你依然不满足，依然不感恩的话，那这就是你自己的问题了。那个对，这是你心态的问题。我还想到就是还有2个创新，当然我想跟你们头脑风暴一下，就是这个能够有什么样的那种创新，就是首先肯定是说要坚持更新的嘛。对，我其实我每天都至少是说会剪1期的视频，平均每天剪1期，我觉得也算是就是很努力，而且你也很感激你们，就是不断的去创造这些话题。来把多年学的那些知识来分享出来，这个对其实是很感激。然后我就想后面的话，对后面我自己个人想，就第一呢就是像你说的嘛，我们去做一个短视频。不过 YouTube 的话，它那个短视频就只能是说，就是不能超过60秒钟，就1分钟。好，然后而那个短视频上面很多老外嘛，所以就是要是做中文的话就会有点吃亏。所以我就想，把那些金句。我自己就是直接口播，也不放什么风景的乱七八糟的，我就直接给他用英语给他说出来，我用 ChatGPT 翻译成脑外地道的那种地道的英语，然后我给他口播，然后也就几句话嘛，然后可能一条视频20秒、40秒、50秒，好，然后那样子的话，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想法，对啊，所以但是你一定要坚持，你不要去看那个播放量，你看收益。你要是去太在意那些东西，你又坚持不下去了。就是你有一个好的点子，你应该傻呵呵的去落实它，而不是很精明的去不停的去看后台数据，我觉得怎么样，那你这样很难最后能给它做好。我是这样觉得的。既然你已经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了，那你就去做呗。就是你不应该以它的回报和它的这个播放率这些指标而成为你做与不做的最终的判定标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这是有意义的事情，你就应该去坚持。对。就你觉得有一批观众，他就想看短的，他不想看30分钟的，那你就为他们去服务呗。你为他们服务了，那你最后你服务的这个东西就会以某种形式的，对吧？回报到你身上，可能是你未必现在能看得到的一种方式。对，那如果是短视频的话，就是加不加汉语字幕呢？是光英语字幕吗？那我觉得最好要加呀，你这毕竟还是有大量的中文的，包括你的粉丝很多都是，对吧？对，中文的一个。因为之前我认识有土耳其人嘛，他去看我就是那种，他说能不能只搞英文字幕，只搞英文字幕或者跟土耳其语的，因为你想如果是韩国人看的话，
那他肯定是希望英语和韩语字幕了，对吧？或者说要么就光英文字幕，英文是因为这是一个国际的平台，中文是因为你是中国人，就是因为这样，对吧？啊，一个是你的视野，一个是你的根本嘛。那你韩国、土耳其呢，跟咱没有关系，都属于国际友人的范围，就是英文就是给他们准备的。你是为世界服务了，你也不能服务的那么全面吧？因为我看到有一些韩国跟日本人也看，可能是因为都是亚洲脸吧，就是然后他点进来，而且都平均看了有12分钟啊。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们看你就是你的缘分，其实对，就是你就这么大能量场，你要是佛陀转世的话，可能看你的人就更多了。这个东西都没办法，就是每个人的能量就是那么多，咱们也不是比尔盖茨，所以说咱们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财运吧。所以说你能做成多少，这都是有定数的。你想要求更多，也没有用，都是普通人哦。但我觉得就是你不要灰心呐，就比你做的不好的人不有的是吗？对不对？勤勤恳恳的这些人，就那么2、3个播放量的，那多打击人呐！你这都上千了，还不够好吗？你只需要再坚持1年，也许就翻10倍了呗，对不对？对。还有一个方式呢，就是它可以很快去，也不是很快，它可以去增加那个就是播放量的一个方式，就是比如我们前面比如说做了那个16期的那个出题，现在是17期的出题的视频嘛，19期了，现在20期了，对，就是把那20期通通的给它那个拼起来，弄成一期就是可能12个小时的一期超长的视频，然后发在油管上头去，因为油管它现在是它也鼓励那种超级长的视频，它会给你去推。就是你知道为什么？就是还有一个原因，为什么就是我们这个播放量能够达到就是几千，就是因为之前就是因为它这个是30分钟的，而不是说30秒或者3分鐘的。你那个时间越长的话，它对于油管来说，它就是相当于用户的那个叫什么留存率就会更高嘛，所以它就会对然后再就是现在也是就是受到短视频的冲击吧，越来越多的人他喜欢那种短平快的，所以就是油管他想，好不容易给你推了一个长视频了，那如果只是30秒钟，你看完之后你又去刷短视频，那有什么意义呢？所以我就给你直接拿一个30分钟的，或者给你拿一个12小时的，那个会推的更多。对，但这个我还没有试过，我看他们有人，我觉得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有意义有价值，因为有的人他就想一口气全看了，他也不想挨个去点，那你直接就做成一个几个小时的这一个系列的一个汇总。那如果说我对这个感兴趣，我是想点去看的，而且我可能会看完，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价值有意义的，那你就去做就行了，你其他的我觉得都不重要。对，然后另外的话，我就是通过那个觉察力嘛，我就发现就是观众他其实是他有点想听我们去聊我们的那些梦境出题的，就是甚至说有点私人的事情，然后包括我们仨是怎么认识的呀，然后你们之前有哪些经历啊，怎么成长的啊，然后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就有观众留言他想听。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有一些什么清醒梦，具体梦到了哪些场景，这个是他们想听的。但是这是我们想听的吗？这是我们想做的吗？哎呀，我感觉每次少一周你，说真名了，没事，没关系，没内容。你说什么？我说就是好，非常感谢啊，我们会在下周更新，请订阅支持一下吧。让我们幸福喜悦吧，因为我们如今正在经历的疯狂，实际上是一种幻象，它逼着越来越多的人觉醒。可是呢，我们也要同情那些没法觉醒的人，因为世间的种种现象啊，造成了我们个体与灵魂的分离。我们会在螺旋上升的水晶上继续我们意识的进化，我们正在获得内心的勇气，将自己交给了灵魂，迈向了完全未知的领域。我是谁？我来到这个世界上究竟要做什么？进化的新阶段已经开始，意识到无限的爱会让我们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灵魂旅程。